一夜，就一夜，所有的一切都给毁了。倭寇杀了我爹、我娘，镖局所有的人，西安寺师傅，还有石井的百姓。如果石井镖局没有被袭，我一定还是那个谁都瞧不起的私生子。我不喜欢自己的过去，我讨厌那个庶出的林展浩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要为我爹、我娘、西安寺的师傅们，所有的人报仇。我要亲手杀了直江聪，亲手杀了三只秃田。我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令人恐惧。在我的屠刀下，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。我喜欢现在的三支乱步，荡尽倭寇，还天下太平。师父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展浩，乱世之中需要有你，更需要你这样的斗志。但是执着太深，未必能够通达彼岸呐。你应该听过一句话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放下屠刀就真能立地成佛吗？那大师您连屠刀都没拿过，岂不已经是佛了？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地步？如果佛就这样，那不成也罢了。我认为，只有能掌握别人和自己生死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佛。我就是佛，我就是佛，我就是佛，我就是佛。方丈说的这些我不是很明白，可是我又怎么能帮助展浩做出改变呢？你可以帮助他平复内心。你和展浩从小就相识，共患难，所以你们二人之情不比其他。男情女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展浩是俗家弟子，并未剃度受戒，即身在红尘，也不必刻意超脱红尘。展浩在武训比试中显现了过人的才华，对这个徒弟，我寄予了太多的期望。不仅是我的期望，还有少林的期望，更有千千万万人的期望。如今世事倭乱频频，展浩是有着成为抗倭领袖人物的潜质，非同寻常啊！方丈对于展浩看得如此之高，老衲绝非夸大其词，但是若是以领袖标准看他，尚不足啊。他最大的障碍，恰恰是他心中的执着。展浩从小家中遭遇变故，他一直希望展倭复仇。
方丈，难道这有错吗？这不是错，是嗔。世间万事都有其规律可循，捷径不可取，欲速则不达。我所担心的，实际是展浩会被心中的执着影响太多，而让他无法打开胸怀。要知道，做一个领袖，除去要有过人的才学和能力，最重要的，必须要有一颗博大包容的心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自然就能帮助展浩放下心中的那些执着。好的，方丈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哈哈，老衲谢过黄姑娘。哎，方丈，我能做的事情微不足道，怎能受您如此大礼呢？不，黄姑娘做的事情，万不是微不足道。黄姑娘要明白，展浩早晚要肩负起领导抗倭的大任。到那时，他就不再是黄姑娘的展浩了，而是千千万万百姓的展浩。到那一日，你不能与他朝夕相伴，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只能默默地送他出征，再默默地等他回营。各种辛酸苦楚，他人无法感受，他人无法分担，只有你一个人独自承受着这一切。黄姑娘，老衲谢你，谢的是你从今以后的承担，谢的是你从今以后的牺牲，谢的是你从今以后为他人而甘愿舍弃自己的慈悲。方丈，我懂了。哎，慢一点啊！哎，下坡了啊！都留神脚底下啊！跟上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注意啊，脚底下！留神着点啊！好，这怎么把货推倒了啊？是啊，这摔坏了怎么办？你怎么推的你啊？你会不会干活？货摔坏了怎么办？扶起来，快点啊！哎，走吧。这是，你们跟上。大家都注意啊！注意点啊！来，跟上！哎，注意脚底下啊！快点！来，跟上！都留着点神啊！来，别再摔了啊！啊，好香啊！来，容颜，我帮你。哎，这女人做的事，男人可不能做。谁说的？男人一样做。哎，我来。你都忙半天了，也该歇会儿了。真香啊！开饭了。来，坐这儿。快尝尝啊，肚子还真饿了。来。展浩，哪怕是为你烧一顿饭，洗一件衣裳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展浩，抗倭不是比武，是打仗，别单靠一个人。一个人的力量再强，也无法匹敌整支军队的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一定会成为抗倭的领袖。你一定会的。来，你也吃。好，尝尝这个。你吃点这个。好。来。
大人，所有人都抓来了，其中有4个会功夫的。会功夫的，是，把他们带上来。是。给你们个机会，打赢我，所有人都能得救。唉，这他妈也叫会功夫？哎，这么杀人也挺好玩的。展浩，师傅又惩罚你了。没有，我在想，你现在不是和姐妹们在卖水仙花吗？要是我每天雕一遍心经给你，那来买水仙的人不就更多了？展浩，你是为了雕给我吗？嗯。
展浩，你能这样做，我知道你是在刻意沉淀自己的。展浩，你能这样做，就一定能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的。基本上一个父子。是。啊，那是足利父子。足利父子。对。我看他那样子，倒像是个领将。她是军中唯一的女将领。那她跟足利义时是什么关系？她是足利义时的独女。那她的地位？她的地位和三只兔田将军是一样的。啊。你对足利父子有想法？足利姓氏在东瀛很尊贵，因为幕府将军就是足利家族的人。那足利义时也是幕府将军之后了。足利义时是室町幕府第10代将军足利义直的小儿子。战国时期，由于政变，足利义直将军被流放，足利义时就带领全家逃到了大名，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军队。那为什么是在福建，而不是在浙东？浙东那边是汪直的势力范围，而且还有大明名将戚继光和于大猷。其实我们三支家族也是名门望族。是吗？武田24将是东瀛最勇猛的武士。我们三支一脉是武田24将的后代，只不过因为后来家境没落，我四处流浪，到了大明后，不少的东瀛浪人和忍者投到我的麾下，我才建立起现在的三支军团。如果没有我们这股力量，足利义时根本无法在闽东站住脚跟。父亲，您为什么没有当军团的领帅？军队的统帅只是个称号，我们尊称足利义时为将军，无外乎是对他姓氏的尊重。父亲，你说这个足利父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见过他了？对。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看上了就是看上了。军中几乎所有的将领对父子小姐都存有爱慕，这也包括直江错的兄弟，也都是他的追求者。是吗？嗯。你喜欢他，这没有什么意外，但是要得到他的垂青，你要有更大的作为，不然你们俩地位悬殊，这是一条你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我明白，父亲，我一定会有所作为的。我收你做儿子，就相信你一定有这个能力。足利义时这个独女从小生长在福建，7岁的时候就跟随军团到处作战，她是看着杀人放火长大的。你不要看她相貌动人，
他的内心残酷到了极点。你知道他那把刀吗？照父亲这么说，还有什么与众不同？当然与众不同。是瓷刀。瓷刀？对，这是烧制出来的极薄的瓷片，锋利异常，但极其易碎，而且每一把刀都价值不菲。还有这样的兵器？制造这种兵器是德化窑口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要打到那里。父子，师傅，还喜欢这儿吧？我喜欢在牢里。没人喜欢在牢里。我送你一座岛，把我囚禁在岛上，就可以好好教你武功了。我越来越觉得少林功夫博大精深了。我在师傅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。在这里练功，就不会有其他倭寇发现你在学少林功夫，连你的养父三只秃田也不会得知。师傅真是大智慧，什么都瞒不了我，我就是这么想。知道我为什么肯教你吗？请师傅明示。我除了受你的威胁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你是汉人。少林功夫除却功夫，还有禅机。我希望你可以在修习武功的时候，洞察禅机，领悟佛法，从而放下屠刀，回归那个叫林展鹏的少年。林展鹏？林展鹏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可怜虫。做那样的人有意义吗？我喜欢现在的自己。有人恐惧，有人害怕，这才是做人应该拥有的。我喜欢现在的三只乱步。这是给师傅的膳食，我每天都会送新的过来。这么说，你每天都要划半个时辰的船来此？孝敬师傅，受点苦算不得什么。我想把师傅身上的钢钉取下来，可是你不敢。请师傅谅解。我在何处？这里离海岸有3里吧？不，我问的是，牢中的我在何处？你把我从牢中带走，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？你一定找了人代替我，他在哪？哦，我遇见了一名男子，跟师傅长得很像。你杀了他？没有，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死了。嗨，我就是杀不杀他，他都得死。他是死囚，是要犯。何为要犯？何为死囚？他不过是落入倭寇之手。他若有一天你落入大明军手中，你就是要犯，你就是死囚。没错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这个道理师傅也懂。不是这个道理。大多人看不透五蕴皆空，执着于欲，执着于心，执着于念，看不透何谓通达，悟不通何为平等。你也一样不懂，所以无论你怎么修习，
都无法达到武学大成的境界。只要我能赢就行。3支图田的麾下猛将直江错率部攻打了福清湾，当地守将要请援。杜信，你带僧兵团前去，以保护百姓为主，切勿贪功恋战。弟子明白。师傅说，师傅，展浩，师傅，你带俗家弟子和乡勇团，跟随杜信师叔一同前往。记住，出征后一切要听杜信师叔的。是师傅。展浩，直江错一直是你想手刃的仇人，可是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位倭寇中的大将。他武功或许不及你，但是他打仗的本事绝非寻常。弟子明白。不过师叔，现在我们的僧兵和乡勇是精锐之师，这次出战一定会大获全胜。这里是明军守军的主营，大约有2000人马。哼，2000老弱病残，不足为战。主营的前面是少林僧兵团，此次前来有600少林武僧。少林武僧以一当十，不可硬碰。主营的右侧是离我军最近的地方，大约有1000人马。另外，今天早晨又有少林俗家弟子的乡勇团赶来共同协防。哥，少林寺乡勇团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。你懂什么？乡勇团个个神勇，他们打起仗来根本就不输给少林武僧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军后撤。后撤？对，全军后撤30里，派先锋营去攻打东面的3个渔村。记住，一定要杀光、抢光、烧光。东面那3个渔村，那可是离明军右翼最近了，乡勇团很容易就过去增援。我就是想让他们过去增援。什么？倭军都打到东面的渔村了，来势汹汹，且下手狠毒啊！立刻起兵前去增援。是。展浩，杜信师叔刚刚传来命令，要全军保持不动，静观其变呢。哎呀，没错呀，就是静观其变呀。可现在敌人已经变了，都打到我们眼前了，我们还原地不动。哦，难道让他们残杀百姓？兄弟们，跟我走！是。让！哥，正如哥哥所料，右翼前锋营的乡勇团已经去渔村增援了。主营的僧兵团呢？有没有动静？什么？展浩出兵了？是，他听说东部渔村被进攻，就立刻带兵去增援。这个展浩啊，会不会是直江错的诱敌之计啊？展浩出兵，我们就没有右翼了。如果倭军这时进攻的话，我们就少了侧营的部队。薛恒在，你留守主营。缺叶，你随我去右翼，补上展浩的空缺。走。好，很好。僧兵团分出1半兵力去补充右翼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已经被我们拉入纵深了。哥，
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攻了？不急。你不是喜欢吃拉面吗？面拉得越长，就越容易断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了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做？等乡勇团到渔村的时候，我们以重拳从其侧翼攻击其腹部，使其阵型错乱，然后从正面给予强攻。那么此役必胜。有长进。就在那儿了。站好，前面就是渔村，倭寇就在前面，不足100人。不足100人？对，那就把他们全都灭了。走，好，走。用埋伏！我们应战！师叔，战号现在岌岌可危，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。当然不能不管，可我担心一旦出兵，倭寇趁机偷营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去增援战号。也好。哥哥，怎么样了？前去渔村的乡勇团快撑不住了。撑得住。过不了多久，右翼的僧兵团就会去增援。那我们要不要增兵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乡勇团不过400人，我在渔村安排了2000人马。等僧兵团赶到，也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。我刚刚教过你，怎么就忘了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拉开。现在既然右翼已经出兵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攻打他的右翼，要用重兵去打，在短时间内把他打下来。哼，让那些出营的僧兵无营可归。战号，多谢师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，你就被全军歼灭了。没想到这是倭寇的圈套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们就把他们全部干掉。不行，我们向东撤，倭寇是3面夹击，就是要把我们缠在这里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右翼，那儿的兵力不足。如果倭寇这时进攻的话，我们整个防线就被撕破了。
叔，我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大炮，你听我的，赶紧向东撤，不许恋战，撤！走，哥，明军的右翼已经被我们攻克了。渔村那边呢？情况怎么样？他们没有恋战，从东面跑了。我们三面围堵，最后还是被他们跑了。他们还不算太笨。哥，咱们现在要不要乘胜追击啊？天快黑了，做饭。做饭？要是硬碰硬的跟他们打，我们怎么可能输给这帮倭寇？也就是中了埋伏，要不然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师叔，我们现在已经汇合在一起了，我觉得应该集中兵力发起反扑。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那么快反扑，我们一定能大破敌军。展浩，你还不明白你输在哪里吗？就输在战术上。这一点，我们和直江错相距甚远。就目前，无论我们的兵力和我们所在的位置，都不占任何的优势。且不说反攻，就说直江错现在攻打我们，我们抵挡起来都相当的困难，更别说逆转战局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继续撤，继续逃？就目前局势来看，撤兵是唯一的选择。什么？真要撤兵？对，全线撤军，撤出福清湾。撤出福清湾？我们从泉州到这儿，是要保护福清湾的，这才刚刚交上手，我们就要认输了。师叔，展浩，我明白师叔的意思，他是怕倭寇反攻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撤军嘛，可以避免仓促交战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休整的机会，找到合适的战机，我们再战嘛。我没听过这样的道理。要是让出了福清湾，出兵还有什么意义？倭寇不过是侥幸得逞，我们也只是丢了一个右翼，怎么弄得像全盘皆输一样？师叔，反正我觉得不能撤，绝不能撤。那你们的意思？我们听师叔的。您决定。师叔，决定吧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我们让他尝尝少林功夫的厉害。明军和僧兵被迫后撤了10里，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地形上的优势。没错。将军是今夜进攻，该怎么做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率忍者投营，扰乱敌军。你连夜带兵从西面包抄，在半里外等候。是。上山一旦投营成功，我会率本部兵马直接从正面攻击。记住，只打阵地战。明军一旦后撤，不要追赶。明白。哥，为什么不追？该杀的杀了，该抢的抢了。追那些败兵穷寇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
爱是信念的潮汐，为你早已经决定。我是小小一条鱼，随你的狼狈卷起，苦海陪你渡过去，绝壁陪你跃上去。我是冲上岸的鱼，只为抱紧你。第100万次想你，第100万次无法呼吸，越爱越执迷，越痛越痴心，心中只有你。第100万次想你，第100万次祈求天地，赐予我勇气，带你回海底，自由。呼